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现在在不到24个小时，明天10月30号早上的9点钟，正式的就是习川会来正式的登场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场釜山风云诡谲啊！这一场习川会到底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演进？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到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川普这一次呢，会在釜山快闪外交，背后藏的是什么样的玄机？现在包括了地点跟时间都已经列出来了。那么包括了不管是川普或者习近平他们的战略布局为何？这一场习川会真正的盘算是什么呢？再来，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习川会正式的举办之前，现在川普已经最新放话了，包括他会用芬太尼来换取关税降低。那么这个芬太尼会成为习近平的一个谈判关键王牌之一吗？有一个说法，这个是川普的即兴风格会压过习近平的长期战略谋略吗？谁会是这一场谈判桌上真正的赢家呢？这个也是我们第2个会来关心的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 AI 晶片会不会成为这一场习川会最后的一个关键筹码呢？因为呢，川普已经说了他会来先见黄仁勋，那么黄仁勋有没有可能来说服川普松手，针对对中的这个比较高阶的半导体晶片做销售呢？中美科技战会不会迎来一个新的重点转折处呢？今天就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不到24个小时，明天早上9点，这场习川会就会在釜山正式的登场了。耐人寻味的事情是，我们先来关心德国之声爆出来的最新消息。他说，川普会在见完习近平之后就立刻走人，直接跳过在 APEC 这边主办的这一场峰会。所以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快闪外交哦，被视为是接下来会大家来做的，就是针对习川会的议题了。那么地点跟时间点也有一些玄机，今天我们也会来做解读。首先，根据了解，地点会选在釜山的金海机场会客设施的益丰楼这个地方，有望成为接下来领袖峰会的一个重要地点。那么时间呢？现在根据了解是在原定台北时间30日的10点登场，但是外电的最新消息会提前1个小时，也就是在早上9点就会正式的登场了。大家也在关心的就是这一场习川会会不会来谈大豆呢？预期会来中国，可能会重新开放美国大豆，所以中国的买家现在已经暂缓了购买巴西的大豆了。如果美国大豆真的重新开放的话，市场竞争会让大豆价格更低，降低中国加工厂的成本。而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新闻的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中方已经购买了2船的美国大豆，预计会在今年的稍晚就会做交付了。这是本季的首季出口确认的一个采购，显示双方现在在贸易交流上已经重新启动了，更被视为是美中预期本周会达成一个更多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另外有一个确认的消息，这也是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国营中粮集团本周采购了一共是3船的美国大豆，是成为中国自美国新一季大豆收成后的首次采购，预计12月跟1月份都会分别的从美国来装运完成，送往中国。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观众朋友。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岳老师怎么看。现在传出了川普会在釜山举行的这一场习川会，会完立刻离开韩国。从地点、时间这些细节来看，透露什么玄机？习近平最后针对大豆这一点，不管有没有做开放，是不是都占有优势？岳老师怎么看？这个川普啊，在釜山的益丰楼啊，机场里面的益丰楼啊，就非常认真的会了习近平主席以后呢，然后呢，他今天上午有参加 APEC 的开幕啊，然后没有参加主要的议程啊，就匆匆离开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透露出非常多的讯息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川普来到亚洲啊，到处就是嘻嘻哈哈逛了一圈呢，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这1个钟头啊，在釜山啊这个益丰楼里面的讨论啊。第2点的话呢，讨论的内容当中呢，做了一个很多铺陈。这个铺陈呢，前面呢有前置的铺陈，就是在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会议当中呢，
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贝森特呢讲了很多话，但是呢没有一句是实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讲说，我们可能考虑不征收100%的关税。那大陆普遍的话呢都炸了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100%的关税，你拿什么来换？所以说呢，我个人判断呢，大家要听就听李成钢的。李成钢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美国呢就是捍卫他们啊，就争取他们利益是很强烈的。那我们的话呢，就保护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坚定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视频，要看完整的说法的话呢，那可以感觉得出来呢，美国这次呢碰到了大陆所谓的硬茬啊，就是说感觉上呢，就是说要铺路过程当中，对于川普来讲，听到简报当中，其中贝森特也特别强调，就是说细节他不便透露，这必须要由川普来讲。然后川普现在的话，赶快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川普要积极走的话呢，我觉得呢，确实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美国内部的话呢，大家要知道，美国内部是政府关门的一个状态啊。美国政府关门的状态的话呢，其实讲起来啊，就是美国本身解决不了欠债的问题。美国已经是38兆的这种国债，这是国内的，这是实际上面对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另外，我觉得问题是慢慢浮现在台面，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AI 是不是这个泡沫。啊，这个就是说，大家就是在整个股市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海外当中呢，最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呢，在这个南海地区的话呢，尼米兹舰上的话呢，2架先进的战机，1架直升机，1架这个大黄蜂啊 F-18啊，通通在35分钟内坠毁啊。那么这个是严密的调查，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他不得不重视这些事情。然后在韩国开会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川普对于在 APEC 开会就兴趣就不大啊，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个对韩国的态度的话还不是非常好。啊，另外的话呢，他该照顾的对象的话呢，就是日本，其他的没有了啊，其他都觉得不管用，菲律宾啊什么，他都不会特别在乎。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呢，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最重要的话呢，大豆的问题现在是初步上解决了啊，最主要是大家前阵子非常奇特的消息，说什么巴西大豆涨价了，那中国就换。那我觉得这是腾笼换鸟啊，也就是说是名正言顺的就转向美国买大豆。但是大豆、芯片、稀土这些来讲的话呢，是最小的议题了。是好，刚刚讲到有非常多在这一次的习川会上面都会来做正式谈判的议题。那其中另外一个议题之一，也是川普自己提出来的，就是有关于芬太尼了。现在是不是也同样的针对这个议题，川普也是在示软呢？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抛出的震撼弹，说如果习近平同意来加强针对芬太尼这边做打击的话，川普说了愿意将对中关税从目前的55%下降到45%。那目前呢，川普是已经派出了他们 FBI 的局长前往北京，跟中方就芬太尼议题来做进一步的磋商了。一方面是持续的看好可以解决芬太尼的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有人就不这么看好了。他是美国的抗中大将盖拉格，他怎么说？他认为说，川普啊，他拥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他的风格上面是非常的幽默感的。但是他认为说，习近平他说他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川普是可以做即兴发挥的，在这个方面是大胜习近平的，真的是这样子吗？这第一个问题，请教干哥。第二个，有关于芬太尼议题，会是习近平很重要的手上握有的筹码吗？干哥怎么看？你看了，我跟你讲哈，其实合成类鸦片啊药物芬太尼，坦白讲一句，它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前体化学品。那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其实一直在怪罪中国没有对芬太尼进行有效的管制，让它一直流向美国。坦白讲，他这个指控是没有什么根据啊。我说句实在话，你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根据的话，你应该提出来。那为什么帕特尔啊 FBI 的局长他要过去呢？他要去北京一趟呢？因为他就是要专案来跟北京去商讨，不要说报告，就告诉你说，其实我们 FBI 在国内所查到的数据是什么？可是我不能在国际公开场合告诉你啊，对不对？这样子代表说我们 FBI 的手伸得很远，所以他必须要去北京一趟。这个是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啊，你会觉得说谁去北京都不奇怪。FBI 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去北京啊，而且他不是在任何的，比如说他跟随着卢比奥或者是跟着川普一起去，不是他个人要去。你从这边就可以观察得出来说，美国是很重视这个问题。是。那因为重视这个问题，好，没关系，你就到中南海来，特别的跟我们来磋商这件事情。因为它芬太尼已经造成了美国大概
每年会造成10万人死亡。所以川普就一直认为说，这个问题你不跟我解决，我们在关税上面很难谈，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来跟我谈。好，那其实中国也释出了善意啊，就说，那我现在就会承诺加强力度打击芬太尼啊，我在我们国内一定会加强打击芬太尼。其实要做的话，一定做得到。那其实习近平释出了这种善意之后，我跟你讲，大豆就可以买啦，对不对？所以您刚刚主持人告诉我们，大豆在刚刚那1分钟，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大豆终于找到了中国的第一份订单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其实这个关税战已经出现了些许的曙光。虽然基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比如说像稀土啊，对不对？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真的解决。但是大家知道吗？前一阵子我们就讨论很多港口费，那个港口费已经快要把那些邮轮脖子给掐死了。现在两边都愿意谈，也就是说，美国跟中方两边都愿意对真正的那个下调港口费，已经开始有达成这个磋商跟协议。所以你认为说，那个现在是不是因为说美国也降低了姿态，换取了中方愿意采购它的大豆呢？是，但是美国的豆农远远需要的数量不是只有几百万吨，至少你要采购2000万吨以上才行，是你才是真的来解决我美国的问题。对，那现在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继续看下去。只是我觉得那个黄仁勋这次去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的，他说美国你应该要知道，全世界 AI 人才1半以上在中国，你要赢得这些人才的心比较重要。我觉得黄仁勋这句话讲到了重点，川普你应该好好听一听。是，确实哦，现在中美各自可以感受到双方在各种议题上，不管是大豆、港口费，稍稍都释出了一些的善意。针对于现在中方最在意的这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来停止限制它的这个高阶晶片的出口，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做关注。尤其现在就是要看到这个关键人物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能不能说服川普了。我们来看到在10月29号，川普先行一步会见了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那在镜头前面，他也大秀自己的政绩，他说辉达跟台积电已经生产出了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且完全都是在美国制造的。这2间公司再加上其他晶片制造商，在美国投资金额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了。他说我们正在加快 AI 基础建设的设施，还有在关键晶片、半导体已经全面的都回到美国来做生产了。不过呢 ，CNN 也做了报道，在辉达同意向美国缴纳在中国销售收入的15%之后，黄仁勋目前正在思考是不是他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来说服川普，争取重新开放对中国来销售这些先进的 AI 晶片，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委员怎么看？是在讲这个晶片之前呢，我先补充一点我的看法，来谈一下芬太尼哦。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其实它不是一个毒品的成品，它是一个工业用的原料，它用一个药用的这个工业原料哦，所以它其实它主要的它是一个中间制成的产品而已，它接下来要去做其他的生产。只是美国人，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会这么天兵，把芬太尼来当毒品来吸了。你看过中国大陆哪个人在吸芬太尼的吗？是，就你看到加拿大跟墨西哥有谁在吸芬太尼吗？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今天中国这个美国的川普说，你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大陆因为没有管制好毒品，所以我要制裁你们，所以我要课高关税。可前提是那是一个工业用的这个终端的成品，到底是跟毒品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说你要去对什么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它是这个种植白粉的、卖白粉做鸦片的也就算了，那你现在不是你现在是个芬太尼而已。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台湾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个几十年前，吸毒是吸强力胶，对不对？我们讲说吸胶，强力胶是拿来粘东西的，好吗？那有人要拿来吸，那倒是强力胶的错吗？然后照川普这种逻辑，我们就应该要制裁所有生产强力胶的公司、生产强力胶的工厂、生产强力胶的国家，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拿一个芬太尼来说事根本就是为了增加他自己谈判的筹码，想制裁人家就明白讲，不用找这么多理由啦。那回过头来讲，黄仁勋对于晶片的这个他的危机感，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说直白一点，接下来的中国大陆市场不会再需要辉达的晶片了，所以谁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川普造成的，是美国造成的。
黄仁勋在过去这几年已经不止一次的在跟美国政府喊话，说如果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你最后就是逼着中国大陆自己自立自强、自己突围了。对，当他突围成功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需要我们了。我为什么敢这样讲？我举几个最近的新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哦。我提过，黄仁勋的辉达之所以可以绑架全世界，那是因为他的酷达系统作业系统号称是辉达的护城河。原本大家现在看到的 GPU 啊，以前我们在电脑里头用到 GPU 是为了画图的，所以我们叫做显卡。GPU 叫做显卡。其实以前大家不太在乎 GPU 的显卡，因为显卡是做的很简单的运算。可是呢，黄仁勋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当他看到 AI 的趋势、区块链的趋势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作业这个环境了。他让他的显卡明明是拿来画图的，可以拿来运算的。所以呢，你这张卡没有那个作业环境还不能动。那张卡接了它的作业环境，马上就可以接上了 AI 的运算，这是黄仁勋吃死大家的地方啊！因为他花了18年的时间把这个作业环境、把这个系统建立了起来。可是现在问题是，不只是他，其他的公司也在做啊 ，Google 在做，更重要是中国大陆自己在做。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自己在写程式了，他要用一个叫做 TileLand 的程式语言，他要突围了，而且他已经有成果了。第二个讯息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阿里云才对外宣布。他们已经成功的运用演算法的改变，把对于 GPU 的需求量从原本的1192片降到了213片哦，运算几十个大模型，降了多少？降了82%。它可以用把 tokens 做即时缩放这样的一个演算法，是让原本一片晶片只能够做一个大模型的运算，现在一片晶片可以同时做7个大模型的运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打算盘。当酷打的护城河即将被攻破了，当这个晶片的需求量因为这个演算法的改变，对于算力的要求没有这么高的时候，那么对辉达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危机啊！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现在急不可待的一定要想办法，希望能够得到川普的点头。他这个时候再不回到中国市场，以后永远不要回来。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